from a sample that's tens of thousands times smaller. 研究人员。哎，停电了吧？病啊！为这点事儿值当吗？你闹什么幺蛾子啊？老头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呀？你问这破玩意儿干什么？我干活呢。好了吗？怎么这么辣？清凉油抹眼睛，亏你想得出来。挺大人了，能不能别天天我到哪儿你到哪儿？净给我添乱！我今天过生日。我不就是喜欢你吗？怎么就那么难啊？你赶紧找一个你合适的人，你赶紧嫁了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别在这我耽误功夫，啊！你好好的呢，咱俩还能当哥们儿处着，你就这么闹，咱俩这辈子只能老死不相往来。那就老死不相往来。老头，你是不是嫌弃我？他有没有伤害你？没有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没有。把袋子给我留好。梅果平，我再也不理你了，我说的是真的。临江医学院站下车。
出租车。坐车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我市气象台在凌晨2点发布了暴雪蓝色预警。今天6时，我市迎来了近10年来最大的降雪。到明天14时，宁江市将持续雨夹雪。降雪带来的降温和冰冻天气可能会影响您的出行，希望市民合理安排出行。大家配合一下，没什么大事啊。卫队，你可来了，怎么了？出大事了，不然不可能惊动你们。来，让一下。没什么大事，你要支持一下，时间不会很长的，好不好？互相配合一下。包所，往后退。哎，这是我们豆芽桥所所长包维强。哎，大涛，来了。情况是这样。今天上午5点15分，我们辖区的一个环卫工人到所里来报的案，东西呢就是这垃圾箱里发现的，现在就在他家里搁着呢。什么东西？去看看吧。走，来走。来让一下啊，让一下这儿。这是什么肉？疑似部分人体组织。据说的这一片的清洁工讲，昨天晚上干活的时候，他在垃圾点里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，包裹得很完整，不像是一般的生活垃圾。因为以前也有人经常把食物不当作垃圾扔掉，所以他就把垃圾袋里的冻肉拿了回来。回到家里，他烧了水，打算给肉解冻，结果就发现了人的牙齿。二哥，2个组，3件事，把今天所有咱们到场的警察都分成2个组，让咱们刑警做主导。第一组把外围沿途所有的住户都摸一遍，问问他们说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谁在这扔过东西。第二组把你们辖区内所有的这个垃圾箱赶紧封了吧，一个一个查，他们所周边的这个4个辖区派出所一个都别漏。明白。
对对，又冒了。哪儿？四坡路。3队上车。同学们，因发生重大案件，今天的课暂停一次，大家自行复习啊。好，暂停。陈勇，去那边看看，了解情况。好，你跟我走。大姐，麻烦问一下，那段垃圾什么时候清的？我们一般是早晚各清理一次。人命关天啊，希望你认真配合啊。你这有什么其他情况，你也可以跟我讲，我不跟你领导说。什么时候清的？我前2天滑了一跤，在家里歇了1天。所以哪天清的？前天下午刚拉走了一车。前天24号。好，哎，你先去吧。来，24号，那就是24号夜里和25号抛尸的可能性最大。这2包尸块应该只是一小部分，至少还有60、70斤不知道在哪儿。二哥，那我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时间线再往前拉？比方说23、24，假设都有可能有人抛呢。那如果要这样的话，那时候抛的会不会现在已经进垃圾处理站了？很有可能。那这垃圾这个，老包，就整个咱们这一片这个垃圾啊，一般是归置到哪儿？哎呦，真是，这样我赶紧安排人去问。赶紧。这个包明显比豆芽桥那个包要重得多。如果那边那个包可以手提着，这个包恐怕拎不了多远。所以我怀疑凶手有交通工具，至少是个自行车。咱这么着，假设是豆芽桥、四坡路、往西颐和南路、往南华中路，这是分进路是吧？对。抛尸案的特点一般是越抛越远，近的用手提，远的用交通工具。那豆芽桥这儿，有可能离案发地点更近。咱们这样，往前推，时间拉长啊，5天。你们去打听所有刚才我提到这些路段的夜巡民警，值班的时候谁看见推自行车的可疑的人，尤其是后座或者踏板上有包的，明白吗？散。情况怎么样？结合刚才豆芽桥的，基本上是可以确定是人体组织，但是具体情况呢，要回化验室才能确认。你回化验室那是肯定的啊。你现在就是说，在假定的情况之下，你能给我什么？你估计大概时间紧迫。根据牙齿的情况，可以判断是个年轻人。有多年轻？15到35岁之间。面太宽，你给我收点。不是，它这里面是有一个生理差异化的问题，我们需要考虑。收。根据我的经验判断，20到25的概率最大。性别？这个是真不知道，我们现在掌握的证物太少。好，明白。谁让你来的？水库看好了？是。对。目前什么情况？今天早上，你讲。是，碎尸案，目前只发现了豆芽桥和这儿的2包，剩下的都没有找到。附近4个派出所，除了留下几十个人挨家挨户排查，剩下都撒出去翻垃圾箱了。这样啊，现在这个案子呢，就由你来指挥。
是。你怎么的？还想继续看水库吗？三队同志呢？三队的，过来过来。三队的同志，一人进一个队，带领其他同志熟悉一下情况。别愣着了，行动！是。咱们去那边。现场的痕迹破坏的比较严重，我们能掌握的也只有这些。廖局，哎，老顾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在宁江组织学习的省警校刑事侦查学教授吴克，我们认识。好久不见，老吴。日子过得真快啊，10年了吧？开始吧。目前掌握的线索非常有限。死者是谁？死者的性别、身份、案发的时间、杀人的现场在哪儿？分尸的地点又在哪儿？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概不知。再加上外面，现在这个雨是断断续续下个没完没了，现场痕迹的保存条件呢是非常差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们破案的难度。这样吧，我们先请省警校的吴教授拓展一下我们的思路。吴教授，我看还是先听听年轻人的意见吧，他们的思路比较开阔。你怎么看？就是你。命案第一步应该先确定死者身份信息。那我们这是碎尸，比较麻烦，只找到了很少一部分尸块，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找到剩余的大部分尸块，拼接一下。另外，同时呢，全市拉网，看看最近失踪人口情况，逐一核实比对，找到死者身份信息，再找他的社会关系，从内往外，核心到外延，这样的话应该离这个凶犯就不远了。还有什么补充的吗？细节肯定还会有很多啊，但是大方向跑不了。果然是办案经验丰富的老刑警，难怪你不用上我的课。这个案子的非常之处就在于，受害人不仅被分尸，而且尸体经过了高温蒸煮。以我们现在的技术条件，哪怕是我们在最短时间内找到了所有的尸块，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的比对出我们需要的受害者身份信息。那吴教授，您的意思？改变传统的由内向外的方法，用由外向内寻找尸源，当然是要继续做。可是现在不是工作的重点，重点应该是在宁江的周围布上一张大网。您是说要设卡是吗？对，不是，设卡的前提是我们应该先知道嫌疑人是谁，对不对？你现在鱼都不知道是谁，你就结这个网，你往哪儿撒？能不能先把嘴闭一下，听听吴教授怎么说？哎，他说的也对啊，单是设卡的话，那真是像大海捞针。但如果我们在织网的同时，想尽一切办法把这条鱼赶出来，那我们就有可能变被动为主动。各位领导同志们，你们想啊，如果这罪犯没跑，在家里边，咱们可以直接把他给堵在家里面。如果他耐不住性子要逃离，在这种仓促逃离的情况下，就是即便咱们抓不到他，这也会留下大量的痕迹，还有线索，是吧，吴大师？好啊，不是，那我们这个尸块还找是不找？谁不让你找了？不是老魏没说不让你找，是吧？咱们现在是主要找主攻方向，要分个主次。我分得清主次，我听明白了。我们找尸块这肯定是次的，问题是次的，你们能给我多少人？谁说你是次要的了？你听人家把话说完行吧？我认为首先我们要满足这个排查、设卡的警力布置，剩下的全都给你。那可以。好啊。宋哲，说一下人员具体怎么安排的？是这样，我们全市干警现在能动用的不到200人，我这边要是拉网排查，最少需要150人。我那50也给你算了呗。真的，200人设卡拦，然后人没到的时候，你们直接把那个垃圾箱替我也翻了，不完了吗？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会没开完呢。
不是，这个会我看明白了。我要再开下去的话，我3大队的人都保不住了，对吧？西瓜反正已经有人捡了，芝麻你们还捡不捡？芝麻不但要捡，一粒都不能给我少，知道吗？3队保证完成任务。哎，干什么呢你？人家毕竟是省里来的专家。是啊，宋哲在就够了，我们不做别的工作吗？怎么样？各居民点垃圾箱都没有发现新的情况。咱不管他那个，我们干我们的，找石块还是第一要务，所以垃圾中转站必须得找，再不找来不及了。几位领导，我问一下啊，因为每天离开咱们泥江的人比较多，我们怎么才能迅速判断出谁是凶手呢？这种程度的分尸，其实是很难办到的。因此，我们怀疑这个凶犯他应该具备有相当的外科手术能力的人，或者是有宰杀牲畜的经验。他还需要独立的、可以操作的空间。找个人捎给我师傅，就说这是我补充发言。好，走。就咱们3队，一个都不给多配，他们那么多人，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人多也不一定就强，是吧，二哥？你别说150、200，你2000、2万个人给宋哲，他也不见得能逮着嫌疑人。有的时候，真理往往就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，对吧？是对。走吧。你们干嘛的？你好，是刑警队的，把你们这个垃圾车停一下，我们要检查。检查？没接到领导通知啊？那我们现在就通知你。你们几位真的要搜这脸？是。确定吗？确定。真的？真的。这我得劝你们几个。哎，您就开门吧。不觉啊！你们分局刑警队到了吗？都到齐了。哎，不觉，卫队跟省里的专家杠起来了。谁瞎传的这闲话呀？啊，查案的消息要这么灵通就好了。顾局，听说省里的专家要查手咱们的案子。不会吧？我们这案子让别人插手，这太不合适了呀！胡说八道什么？你们不是来办的？顾局，大伙儿都要去支援卫队。对，到底要搞什么？你们？顾局，这是卫队长交给您的。发动各单位、街道、居委会自行核对失踪人口，缓解警力问题。夜巡干警很有可能有人看到过抛尸者，重点询问。我强调一下啊，从现在开始，所有的行动要服从统一指挥。啊，是。
哎，廖局，啊，老郭，有事吗？有事跟你说。你说说这个魏国平啊，这前段时间我刚刚向上级汇报过干部考察的事儿，这混小子今儿就给我来这么一出。你说说，让上级领导怎么看待咱们选拔干部？难道就让他们看现在年轻人敢在专案组的会议上和领导叫板？哎，是，这种行为确实不应该鼓励。哎，对了，垃圾场那边有什么消息了吗？还没有。廖局，任何侦破工作，除了严谨缜密的刑侦手段，运气也是缺不了的。做，就他那运气，完了啊！我走了。这里边能有尸块啊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全下口区5天的垃圾都在这儿了。从侦办逻辑上来讲，这个地方肯定会有发现的。这么变态的凶手哪有什么逻辑啊？谁告诉你变态就没逻辑了？那88年那个案子凶手不就没什么逻辑吗？那吴教授还让我琢磨琢磨说这个陌生人作案的可能性，你说这不扯淡呢吗？人家是专家，你就和我一样听着不就完了吗？专家也不能太偏心眼了呀！你看人家宋处兵强马壮，你再看看咱这边这什么呀？这是，哎，咱们还叫哀兵必胜，咱们以少胜多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哎，顾局，我正好要找您。现在这么一个情况啊，现在尸块啊没找全，有2种可能：一是他们已经抛完了，咱们没有找到；第二种呢是还没有抛完。如果是第2种情况的话，他就要急于的出手，我们可以引蛇出洞。引蛇出洞啊？那你是想梦中捉鳖了？对，小子可以呀。哼，那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大胆做就是了。不是，这是吴教授的建议。是咱们的案子，还是人家的案子？当然是咱们的。咱们的案子，你现在有没有自己的主张？有是有，但是我是觉得人家毕竟是专家呀，又是教授，听听人家的意见没什么坏处。优柔寡断、磨磨唧唧的，你自己又不是没有这个能力，是不是？记住喽，越是在关键的时刻，越要自信。在这一点上，魏国平就比你强，但是他是太过了，你是太软了，2个人都不到位。我告诉你，一个案子的主办人，在听取别人意见的同时，更要结合自己的调查，拓展自己的思路。关键的时候，要命的当口，果断的下判断，知道吗？是，干活。哎，瞧你这点出息，是。来支援了！高阳，是吧？高阳，除了总厂保卫处的同志，还有1分厂、2分厂、3分厂。好家伙，这家底全折腾过来了，还是咱们工人有力量啊！保卫人民生命财产，怎么能少了我们呢？你这次就是不求助，顾师傅早就给我交代了，他是很心疼你的。给大家下任务吧。各位老少爷们们，现在我下面要说的话和我们一会儿要干的事儿，麻烦大家帮我们一概对外保密。啊，因为什么？近期发生了一起恶性案件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请大家帮忙的是，进到这个垃圾堆里，帮我们寻找到人体组织。尸块吗？没错，就是尸块。以及找到尸块周边的东西，因为这些东西都跟案件有牵连。时间紧，任务重。要是害怕的、忌讳的，或者家里边有老人、孩子不方便的，
尽管提出来，可以回去，我们完全理解，啊，所以呢，就是咱们进去之前，丑话说头里，问问大家的意见，不知道行不行？添麻烦了。哎哎，等着你们表态呢。是男人放个响屁，行不行？怎么样？行。走。谢谢大家了啊！谢谢。宋总，哎，新的讯问笔录啊，去吧。您看一下。不用了，每份笔录按时间线排序，交叉比对，尽量详尽地还原具体情况。明白。你这查过的混在没查的里边，这也没地方。这么多人在这翻，都乱了套了。二哥，这什么地方？112厂早倒闭了。哦。我们现在啊，查过的和没查过的垃圾已经快混到一块儿了，得想办法区分一下，好吧？好吧，师傅。站长，咱们这个垃圾的堆放是按照您跟我说的大概日期来的，是吧？都没错。师傅，你们人多，先把离现在最近的门口这个25、26号这部分清出来，好吧？彭勇，你带组人，在围墙西头开个口子，把已经检查过的往印刷厂大院里边排。然后是22号这一片，垃圾最多也最有可能有线索的，直接贴着它，从东面开个口子，扫完一部分就运出去一部分。等这2部分都清完了，地方也腾出来了，咱们再回头清23、24号这2堆。还是那句话，不光找石块，还要留意有身份信息的物品，好吧？好了，开走了。别动！拖车。江东宁江市。没有，应该没有这个市字。宁江什么分公司？这应该是22号的垃圾。兄弟，你先靠边喘口气。好，没事，不开心。我叫技术科的人，顺便给大家带点姜汤水。啊，再弄点感冒药过来。好嘞。啊，怎么了？说，小王庙派出所来了个电话，说有微信群干警看见过可疑的助力车。二哥，哎，我跟他去一趟，你把这趟看好了。好嘞，赶紧让技术过来。离开那个，这个东西现在谁也不许动，明白吗？我们这片啊本来就很偏，过了晚上10点，马路上基本上就没什么人了。22号夜里吧，那时候雨刚停，我正好在马路对面处理一个醉汉的事儿，然后我就看见一个人骑了一辆助力车，从这条路往上面走了。踏板上还放了一个桶。那个时候我把醉汉的事处理完，我又看见他从那儿出来了，大概是3点多1点吧。他去哪儿了？哦，往那边。
往那边去了。哦，奔市区了。对对。当时他看见了你吗？应该是看见了。啊，你穿制服了？穿了。好，先撤了。哎，感谢，辛苦辛苦。这里边再查查去。这里头查？不是头，你是怎么断定他是过来抛尸，不是住在这附近的人啊？人刚才怎么说的？这人过去又回来，都是从他们眼皮里过去的。人就穿着制服，那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对这地方根本就不熟，怎么还可能住这儿？啊，对了，头，这里头所有的垃圾桶，派出所的同志全都翻遍了，结果呢，啥都没有。就像你说的，他可能对这地不熟，没找到垃圾桶，他就没抛，带着东西就走了。你真觉得这是垃圾吗？能带来带去的跑？那就算那里头有啥，你不会认为就凭咱俩就能把东西翻上，不回队里？你现在啊，帮我一忙，啊，做好一件事，啊，这啥事儿？把嘴闭上。好。这3条路走哪条？这店可太容易藏东西了，找都不好找，一点火什么都没了。你们怎么知道的？那天晚上狗一直叫了好长时间，就一直冲着那个大门外面叫的。走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屁股都给我颠碎，这上面这么大雪，这下面这么快停了呢？哎呦，这么陡的坡啊，要没我，你骑都骑不上去啊！这没有车能走的路了。他
他再提着中午，要我是他的话，很有可能就把东西直接抛这儿来了，应该就在这附近。啊？桶的印子。把东西扔到这儿，我这东西已经很重要啊，下去看看。仔细点啊！一寸一寸磨。每个角落都磨遍了。磨着了，不管磨着什么都别吐里边啊！忍着点。飞，出来，让你看看什么叫师傅。打下去，还用打呀吗？别废话。哎呀，师傅，这就是脏器，记着。要不咱收了吧？光这么些东西，我看他不至于扔这么远，再找找。那把衣服拿来，快换上。哎呀，没感冒了。志远，怎么抖这么厉害呀？吓着了。那是个人啊，活生生的人，就那么被分尸了。所以啊，我们呢就得对得起他。好了，照顾点他。怎么成这样了？啊？颅骨骨质发白，表面光滑，应该是经过高温的蒸煮。哎呀，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未成年的。
从颅骨的综合特征来看，应该是名女性。要是有其他部分的骨头比对着看的话啊，应该会更加准确一些。我们刚才在垃圾场看到了疑似女性的长头发。我们看这脑瓜顶上这个切口这痕迹，怀疑就是剃头的时候造成的。这个恢复原样需要多长时间？颅骨破坏的比较严重，这轮廓点呢都已经不清楚了。要拿回化验室做一个手工填补，还原这个颅像。但是这样的话呢，还原的准确度不会太高。你能不能说点有用的？什么快说什么，快点！垃圾都分完了吗？没有，回去接着干，干得精细点啊！哎，知道。就把那衣服拿出来。师傅，杜平，累坏了吧？还好，那2片啊，都清完了，什么也没发现啊。我们刚得到消息，受害人是女性，女的。所以是这样，一会儿跟大伙儿讲一下，一旦发现尸块周边的，特别是女性用品，一定保护好，千万别给碰坏了。我们会第一时间把技术叫过来弄。好。还有，你们在捡垃圾的过程当中啊，如果发现有什么东西，明明看着好像不应该是扔进来，但是不但扔进来，还给破坏了，这些东西也留神。好，啊，交给技术统一处理，好吧？好。有，注意女同志的用品啊！有女同志的用品注意一下啊！大哥，这冷是热的啊，没说给我带一件呢。我跟汤，我们俩又发现一包，在哪儿？在一个排水渠里。失踪人员名单给咱们了，我刚催过，各派出所正在统计，随时就能送过来。真够慢的。这个巡警啊，是22号晚上发现的疑似抛尸的人，所以呢，你跟派出所说一声，就让他给我查22号之前失踪的20到35岁女性名单，别的不要，明白？让他快点，我再打个电话。陈叔，咱们工厂那个要不要跟卫队说一声？人家现在排查的是失踪人员名单里的人，少搞啥情况不知道呢？别给人添乱，赶快去。哦，好。快叫技术，快跑，快点，快！技术！这跟早上那包一样，全是肉，没有骨骼。这部分，根据我的经验判断，应该是颈部的环状关节的前呼吸。但是，从肌肉的伸缩程度来看，不像是死后被人切断的，应该是活着的时候被人一刀给割喉了。
来盘生姜，暖和。哪儿去呢？你嫂子给带的。我觉得他回来了。什么？那个人，我觉得他回来了。